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重生大婚日拆穿庶妹替嫁记》故事解说。沈玉昭的上一世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。在他与定北侯世子萧承安的大婚当日，他身穿庶妹沈玉珠亲手绣制的嫁衣，依照习俗跨火盆行礼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这身嫁衣竟突然燃起大火，瞬间将他周身引燃。慌乱之间，他的衣衫被大火焚毁大半，身躯当众暴露在众人眼前。一世清誉与名节在大婚之日彻底尽毁，一时间全场宾客哗然，流言蜚语席卷整场婚礼。定北侯府当即以此为由，当众废除沈玉昭的世子夫人名分，直言定北侯府绝不可能迎娶一名名节尽失、身子被外人窥见的女子。沈家顺势顺水推舟，直言沈玉昭颜面尽失，已然不配身居世子夫人之位。这个尊贵的位置，理应由懂事乖巧的庶妹沈玉珠接替。此刻无人知晓，这一场毁人清白的大火根本不是意外。沈玉珠在心中暗自得意，这场精心策划的闹剧全是他一手促成。是他提前将嫡姐的嫁衣浸泡桐油，又用特殊香料掩盖了桐油的刺鼻气味，只为在大婚当日毁掉沈玉昭的名节。他苦心筹谋，就是为了取而代之，夺走沈玉昭的一切。萧承安也早已与沈玉珠暗中勾结，他温柔安抚着故作柔弱的沈玉珠，许诺此生绝不会再让他屈居沈玉昭之下，往后便让沈玉珠以正妻之尊压过沈玉昭一头。二人盘算妥当，沈玉昭的封后嫁妆尽数归入侯府，沦为二人的囊中之物。而身败名裂的沈玉昭只能以妾室的身份苟活，事事听从沈玉珠的摆布。含恨至极的沈玉昭临死前满心怨愤，立誓做鬼也绝不会放过蛇蝎心肠的沈玉珠。剧烈的头痛席卷而来，沈玉昭猛然睁眼，恍惚间回过神来。他看着熟悉的闺房陈设，满心错愕，片刻后才猛然反应过来，自己竟然重生了。他重回了大婚当日的清晨，距离出嫁还有2-3个时辰，一切悲剧都还未曾发生，所有阴谋都还来得及阻止。贴身侍女春枝见自家小姐容貌明艳，状态极佳，忍不住开口夸赞沈玉昭今日格外好看。回过神的沈玉昭立刻开口询问春枝当下的时辰，确认此刻正是辰时，大婚的所有变故都还未上演。就在这时，沈玉珠主动来到沈玉昭的闺房，一脸温顺乖巧，拿出自己耗时半年亲手绣制的嫁衣，柔声表示这是自己特意为嫡姐准备的心意，希望沈玉昭不要嫌弃自己的绣工。周围的下人见状，纷纷夸赞沈玉珠懂事贴心，懂得为嫡姐分忧。姐妹二人手足情深，实属难得。沈玉珠故作不舍的模样，开口告知众人，自己舍不得嫡姐出嫁，今日特意全程送嫁，一定要亲眼看着嫡姐与萧承安拜堂成亲，圆满礼成，心中才能安心。她刻意营造出温柔善良、真心祝福嫡姐的模样，博取所有人的好感。沈玉昭的姨娘也连忙开口打圆场，称自己身份低微，不便送嫁，只能让沈玉珠代为尽心，希望沈玉昭不要心生芥蒂。沈玉昭面上不动声色，顺着众人的话头，温柔开口麻烦沈玉珠帮自己一同更换嫁衣。借口嫁衣款式繁琐，想必亲手绣制嫁衣的沈玉珠最懂得如何穿戴才能最美。随后他遣散了房间内所有伺候的侍女，只留下自己与沈玉珠二人独处。房门关闭的瞬间，沈玉昭褪去所有温柔，眼神清冷锐利。他早已洞悉前世所有阴谋，此刻笃定地拆穿了沈玉珠的算计。直言沈玉珠的外衣之下，定然穿着一件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嫁衣。他瞬间想通了前世的所有破绽，正是因为沈玉珠提前备好同款嫁衣，才能在自己出事之后，有条不紊地接替自己拜堂成亲，稳稳坐稳世子夫人的位置，彻底接管自己的一切。沈玉昭不再伪装，当即决定反击，要让处心积虑害人的沈玉珠亲身尝尝自食恶果的滋味。他立刻传唤侍女红芍，红芍是被沈玉昭救下，摆脱沈家控制的苦命丫鬟，一直对沈玉昭忠心耿耿。沈玉昭敏锐察觉到今日沈玉珠举止异常，预判很快会生出变故，当即吩咐红芍陪同沈玉珠前往侧院，脱下那层的同款衣裙，立刻烘干打理。为了彻底拿捏住红芍，杜绝后患，沈玉昭出言警告红芍，今日之事绝不允许外人知晓，若是消息泄露，便会断了红芍幼弟的汤药，断了他唯一的牵挂。与此同时，沈玉昭拿出1沓银票，归还了红芍的卖身契，告知他今日送嫁途中便可寻机脱身，从此彻底脱离沈家，重获自由。红芍感念沈玉昭的救命与成全之恩，当即郑重许诺，定会严守秘密，誓死效忠大小姐。待红芍处理妥当，回来复命告知衣裙已无异常后，沈玉昭心中已然有了全盘计划。这一世，他要亲手扭转乾坤，让妄图算计他、毁掉他人生的沈玉珠亲自吞下自己种下的恶果。不多时，吉时将至，
沈家响起催促新娘出门的声响，大婚仪式正式开启。沈玉珠紧随沈玉昭身侧，装作情深意重的模样送嫁。旁人见了，无不称赞沈家姐妹和睦，手足情深。众人纷纷感慨沈玉珠用心良苦，耗时半年为嫡姐绣制嫁衣，还亲自全程送嫁，这份心意格外珍贵。听着旁人的夸赞，沈玉珠心中暗自窃喜，自以为一切尽在掌控，殊不知自己早已落入沈玉昭部下的圈套。沈玉昭冷眼旁观着众人的吹捧，心中淡然笃定，知晓这群人很快便会笑不出来。即使正时到来，迎亲队伍抵达侯府门口，司仪高声呼喊新娘跨火盆，寓意往后日子红红火火。就在即将跨火盆的瞬间，沈玉昭故作胆怯温柔的模样，开口邀请深色的沈玉珠陪同自己一起跨火盆，直言自己心中惶恐，需要妹妹相伴。沈玉珠心中诧异，深知沈玉昭往日性情清冷高傲，从无这般温柔怯懦的模样，但他并未多想，只想借着大婚的氛围更进一步，于是欣然答应陪同沈玉昭跨火盆。可就在二人一同跨过火盆的刹那，意外骤然发生，沈玉珠身上的衣衫瞬间被火苗引燃，火势蔓延极快，现场瞬间一片混乱，下人惊慌呼救，众人纷纷围上前查看情况。沈玉珠又惊又怕，下意识朝着不远处的萧承安奔去，凄厉呼救，恳求萧承安救自己。萧承安见状立刻上前，满心担忧安抚沈玉珠，让下人赶紧脱下沈玉珠的外衫，扑灭那层衣物的火苗，避免火势灼伤肌肤。依偎在萧承安怀中的沈玉珠故作柔弱委屈的模样，哭诉自己后背灼痛，担心容貌被毁，害怕萧承安会因此抛弃自己。看着二人亲密无间，远超寻常叔嫂的姿态，在场众人满心疑惑。就在这时，沈玉昭当众发出质问，他眼神冰冷，直指沈玉珠心怀不轨。他当众询问沈玉珠，身为未出阁的庶女，为何会在自己大婚当日那曾穿着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嫁衣，又为何会与未婚夫萧承安举止这般亲密，逼二人当众坦白背后隐藏的龌龊勾当。全场宾客瞬间哗然，议论声此起彼伏。众人这才反应过来，沈玉珠口中耗时半年精心为嫡姐绣制的嫁衣，竟然绣了2件一模一样的款式。谁家庶妹会在嫡姐大婚之日私藏同款嫁衣贴身穿着？众人瞬间看穿了他想要伺机替嫁的险恶用心，纷纷嘲讽沈玉珠心机深沉，不堪入目。眼见阴谋即将败露，沈玉珠慌忙辩解，假装无辜委屈，声称自己只是觉得嫁衣样式精美，一时心动才私自绣制一件，并无任何害人夺权的心思。可这番苍白的说辞根本无法说服在场众人。众人纷纷反驳，直言未出阁的女子贴身穿着嫁衣送嫁本就不合理数，出事之后又第一时间依偎在世子怀中，举止亲密，分明是早有预谋。就在舆论一边倒之际，沈玉珠的姨娘连忙出面偏袒，极力为沈玉珠辩解，声称她年纪尚小，不懂礼数，心性纯良，并无恶意，今日也是无辜受牵连，被大火烧伤。她反过来指责沈玉昭身为嫡姐，心胸狭隘，不懂体恤妹妹，应当为沈玉珠的遭遇负责。为了掩盖这场闹剧，保全沈家和定北侯府的颜面，沈家与定北侯府迅速商议出对策。众人以沈玉珠已经穿着嫁衣，陪同跨过火盆为由，假借天意之名，提议让沈玉珠与沈玉昭一同入府，不分大小，平起平坐，以此平息全场流言。定北侯夫人也顺势附和，假意宽慰沈玉昭，声称这是天意弄人，定北侯府会将沈家2姐妹一视同仁，让沈玉昭不必介怀。沈玉珠见状，立刻故作谦卑，假意不愿与嫡姐争位，声称自己身为庶女，甘愿为妾，只求嫡姐成全，一副懂事隐忍的模样，再次博取众人同情。紧接着，沈府下人当众传达沈老爷的旨意，告知沈玉昭，父亲已然决定顺水推舟，不仅要让沈玉珠一同嫁入定北侯府，还要将沈玉昭封后的嫁妆与沈玉珠平分，同时开祠堂将沈玉珠的姨娘扶为正室，让沈玉珠彻底抬为嫡女，从此与沈玉昭平起平坐。沈玉珠听闻后满心欢喜，立刻叩谢父亲成全，扬言日后定会尽心侍奉世子，与嫡姐和睦共处。萧承安也连忙开口安抚沈玉昭，假意承诺依旧以她为尊，新婚之夜会前往她的房中，以示对正妻的尊重。只是委屈沈玉珠暂且退让。这番虚伪的安抚，让在场明事理的宾客无比不耻。众人纷纷看穿这是萧承安与沈玉珠早已布好的局，借着大婚之名算计嫡女，谋夺嫁妆，用心极其险恶。面对满场虚伪的算计与不公，沈玉昭不再隐忍，当即冷笑出声。他当众点名破绽，直言世人婚嫁跨火盆乃是百年习俗，从未有人出现嫁衣遇火即燃的情况，唯独沈玉珠今日出了意外，必然是嫁衣本身暗藏玄机。
沈玉昭当即下令，让人仔细查验沈玉珠身上的嫁衣。下人查验过后，果然发现嫁衣布料上浸透了桐油，又用厚重香料掩盖了气味，遇火便会剧烈燃烧，是妥妥的蓄意害人之举。真相彻底大白，在场众人彻底看清了沈玉珠蛇蝎心肠的真面目，纷纷斥责她手段阴狠，这般心机深沉之人根本不配为人姐妹。阴谋被当众拆穿，沈玉珠彻底慌了心神，难以置信地厉声质问沈玉昭。她这才幡然醒悟，原本自己明明是在沈玉昭的嫁衣上浸泡桐油，本意是让沈玉昭当众身败名裂，再被降妻为妾，自己取而代之。可今日嫁衣却莫名换到了自己身上，她终于明白是沈玉昭清晨故意泼茶，暗中调换了2件嫁衣，反向算计了自己。气急败坏的沈玉珠忍不住当众怒斥沈玉昭心思歹毒。萧承安见状，非但没有斥责作恶的沈玉珠，反而当众维护她，转头指责沈玉昭心胸狭隘，毫无嫡姐气度。他直言，若是沈玉昭日后身为世子夫人，依旧这般小气刻薄，侯府便要重新考量她的资格。听闻此言，沈玉昭彻底心冷，也不再对这段婚事抱有任何期许。他当即面向全场宾客，请众人为自己作证，当众揭穿萧承安与沈玉珠的龌龊勾当。他直言二人蓄意勾结，在大婚当日设计陷害自己，意图毁掉自己的名节，贬出自己的正妻之位，让庶妹取而代之，霸占自己的嫁妆。沈玉昭态度决绝，郑重宣告自己绝不会嫁给一个蓄意算计自己、品行卑劣之人。他明确表示，二人尚未拜堂，婚事便不算作数。今日起，他与萧承安与定北侯府彻底一刀两断，再无任何瓜葛。这番果断决绝的举动，瞬间震惊全场。沈老爷与定北侯府众人纷纷出言阻拦，认为婚嫁乃是2大家族的大事，岂能由女子一言作废？但沈玉昭早已心意已决，他冷静质问众人：今日若非自己提前识破阴谋，调换嫁衣，当众出丑，身败名裂的便是自己，被降为妾室，拱手让出一切的也是自己。他直言，这般充满算计与恶意的婚事，自己绝不稀罕。若是定北侯府执意逼迫自己履约，他便直接前往应天府，请官府出面主持公道，让世人都看看定北侯府与沈家的龌龊手段。在场宾客见状，纷纷站出来为沈玉昭作证，斥责沈玉珠心机歹毒，萧承安薄情寡义，直言这般婚事退掉才是明智之举。众人还当众道出内情，沈玉昭的生母乃是江南富商独女，留给她的嫁妆足足10几万两白银，丰厚无比。定北侯府之所以容忍沈玉珠胡闹，执意要留沈玉昭在府中，无非是贪图这笔丰厚嫁妆。真相败露，舆论彻底反转，定北侯夫人瞬间变脸，当即表态绝不接纳声名尽毁的沈玉珠入府，直言其顶多只能以妾室身份进门。萧承安依旧不死心，当众坦言自己与沈玉珠两情相悦，恳求母亲成全。可定北侯夫人态度坚决，厉声斥责萧承安糊涂，直言沈玉珠当众衣衫尽毁，名节扫地，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世子夫人。定北侯府绝不容许这般污点。走投无路的沈玉珠为了逼侯府接纳自己，竟然当众坦言自己早已怀有萧承安的骨肉。此言一出，全场哗然，众人纷纷斥责沈玉珠不知廉耻，婚前失贞，庶女私通，珠胎暗结，简直是丢尽了施家脸面。果真是外室养大，毫无教养的粗鄙之人。即便沈玉珠怀有身孕，定北侯夫人依旧不肯松口，最终强硬敲定允许沈玉珠入府，但终生只能为妾，绝无扶正可能。沈玉珠走投无路，只能含泪接受妾室身份，彻底沦为京城众人的笑柄。与此同时，沈玉昭已然果断抽身，他吩咐柳嬷嬷带人将自己所有的嫁妆尽数搬出定北侯府，安置到母亲遗留的私宅之中，彻底斩断与沈家、侯府的纠葛。沈玉昭前脚刚带着嫁妆离开，后脚就赶回了沈府。刚入沈府，沈老爷便怒气冲冲，当众斥责沈玉昭胆大妄为，私自退婚，任性妄为，毁了沈玉珠的一生，逼迫他立刻返回侯府认错，重新与萧承安、沈玉珠成婚，否则便要对他不客气。姨娘也在一旁哭诉卖惨，指责沈玉昭狠心，容不下柔弱的庶妹，将沈玉珠逼入绝境。沈玉昭早已看透父亲的偏心与虚伪，当众直言揭穿真相。他细数父亲多年来的偏颇，直言父亲常年偏爱姨娘与沈玉珠，若非外祖实力雄厚，极力阻拦，姨娘早已被扶正，沈玉珠也早已抢占自己的嫡女身份。他更是直白点破，即便姨娘名义上被扶正，在外人眼中依旧是上不得台面的外室，沈玉珠也永远是出身低微的外室之女，永远无法真正跻身权贵嫡女之列。姨娘被当众戳破痛处，气急败坏，哭喊着要寻死。沈老爷被彻底激怒，
抬手便要动手责罚沈玉昭。危急关头，顾老太爷带着一众护卫及时赶回京城，出面护住了自家外孙女。顾老太爷怒气滔天，当众细数沈老爷的忘恩负义之举。当年沈老爷一穷二白，无力赶考，是顾家倾尽半副家产，将独女下嫁于他，封后嫁妆帮他立足京城，打通官场人脉。这些年，沈老爷官场打店，府中开支，尽数依靠顾家资产。可他发达之后，却忘恩负义，私自养外室，宠庶女，活活气死原配妻子顾老太爷的爱女。多年来，还一直挪用顾家嫁妆补贴外室母女。顾老太爷手握沈老爷挪用资产、徇私枉法的全部证据，直言若是将这些罪证递到朝堂之上，沈老爷不仅会丢掉乌纱帽，沈家全族都将被流放宁古塔。沈老爷瞬间吓得魂飞魄散，再也不敢嚣张，连忙跪地求饶。慌乱之下，沈老爷将所有过错推到姨娘身上，斥责是姨娘常年吹枕边风，蛊惑自己，才让他一时糊涂，险些酿成大祸。顾老太爷态度强硬，当众放下狠话，只要顾家尚存一日，姨娘便永远是上不得台面的外室。沈玉珠终生为外室之女，母女二人永远别想沾染顾家半分荣光。随后，顾老太爷下令下人尽数清点，带走沈玉昭生母留下的所有财物，哪怕一针一线也绝不留给沈家。从今往后，沈玉昭脱离沈家族谱，改姓顾，跟随外公返回顾家别院生活，彻底与薄情寡义的沈家划清界限。沈玉昭告别压抑多年的沈家，回到母亲遗留的别院。别院常年有人打扫，干净雅致，清静安稳，彻底远离了沈家的勾心斗角。下人纷纷为他抱不平，感慨他脱离豺狼窝，往后有顾家撑腰，定然能觅得更好的归宿。但沈玉昭心中通透，深知女子的归宿从不是依靠旁人，唯有自己强大，方能立足于世。安顿下来之后，沈玉昭即刻着手梳理母亲遗留的所有产业账目，逐一核算清点，稳固自身根基。就在他潜心打理产业之时，一桩天大的喜事突然降临。镇国将军府特意派遣大媒登门求亲。将军府嫡长子谢晏，乃是京城赫赫有名的无双战神，战功赫赫，品行端正，前途无量。原来多年前，镇国将军镇守边关时，被敌军围困，断粮3日，全军兵临绝境。是顾老太爷不顾危险，派遣商队绕行800里山路，冒着被敌军截杀的风险，为军营送去粮草与药品，救下了全军将士的性命。镇国将军感念顾家救命大恩多年，一直想要报答。得知沈玉昭聪慧果敢，品性出众，便主动为嫡子求取良缘，愿以3书6礼，正妻之位隆重迎娶，绝不委屈半分。顾老太爷尊重外孙女的心意，仔细询问沈玉昭的意愿。沈玉昭历经前世今生的算计与背叛，已然看淡情爱纠葛，全权交由外祖父做主。顾老太爷当即应允了这门亲事，定下良缘。得知婚事敲定，战神谢晏深知沈玉昭刚刚经历风波，沈家与定北侯府定然心怀不甘，大概率会暗中作祟，寻衅滋事。为护未婚妻周全，谢晏立刻派遣1队精锐护卫，驻守在沈玉昭的别院4周，全天候守护他的安危，以此向全京城宣告自己护妻的决心，杜绝一切宵小之辈的恶意刁难。大婚之日，将军府10里红妆，1丈绵延半街，风光无限，给足了顾家与沈玉昭体面。拜堂礼成之后，谢晏温柔安抚沈玉昭，直言知晓他此前受了诸多委屈，往后余生自己定会护他周全，绝不让他再受半点风霜委屈。历经风雨的沈玉昭终于摆脱前世的所有苦难，在重生之后，手撕渣男庶妹，脱离腐朽家族，迎来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圆满良缘。而另一边，萧承安与沈玉珠则落得一地鸡毛。沈玉珠费尽心机算计一生，最终只落得侯府小妾的卑微身份，终生无法抬头，沦为全京城的笑柄。萧承安舍弃贤良嫡妻，贪图嫁妆美色，最终错失良缘，颜面尽失。定北侯府也因这场闹剧声名受损，彻底沦为京城权贵圈的笑谈，为自己的贪婪与恶毒付出了惨痛代价。